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走出科学》，我是邓肯。天冷了，加件衣服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湖北的离奇案件。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有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山包，叫椅子山。这是一座荒山，当地村民都很少有人会来这里。2012年11月的一个早上，这条幽暗荒弃的小路深处出现了一具女尸。经过警方调查，死者是一个学生打扮的年轻女孩，被锐器连捅6刀而死。女孩生前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拳头。法医发现，女孩生前遭受了性侵，而最令警方感到不解的是，在死者尸体旁摆放着2条诡异的白布。很快，派出所接到报案。椅子山北侧2公里的宝业建工学校，一名叫龚小静的女孩几天前失踪了，没有按时回学校报到。警方带父母到殡仪馆进行认尸，确定了死者就是他们16岁的女儿龚小静。警方成立了专案组。根据了解，小静失踪那天离开武汉的家，准备前往位于50公里外鄂州的学校。她的路线应该是先乘公交，再乘大巴前往鄂州葛店，最后打面的或者3轮前往学校。警方调取了小静经常乘坐的武汉503路公交车的监控，发现这个女孩和死者穿着一致，她就是龚小静。到站之后，龚小静就下车了，在监控画面中也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员尾随她。可从她走出画面的那一刻起，警方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她的录像了。第一个报告小静失踪的是她的闺蜜、同班同学郭小慧。郭小慧向警方透露了几个学校里追求小静的男孩子，但是警方调查后发现，这些男孩都有不在场证明，调查一时陷入了僵局。可是不久之后，葛店派出所又接到报警，椅子山附近又发生了2起猥亵少女案。中学女生小月上学路上，突然迎面过来一个40岁左右男子，将她一把抱住，然后亲她。小月迅速挣脱之后逃跑，这个男的居然朝小月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2天后，又发生了同样的案件，男子将一名小女孩拖进森林进行猥亵。幸运的是，这名女孩也迅速挣脱逃离了现场。根据统计，这名40岁左右的男子近期一共在附近作案7次。警方大量的查看了附近的监控录像，终于看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。恰巧这名男子经过摄像头时，因为风大，突然张开了嘴。警方在他的口中看到了龅牙，而几名受害者都曾回忆说凶手长着一口龅牙。警方立刻抓到了此人，此人叫刘胜国，他供认了自己实施多起猥亵案件，但他不承认自己和龚小静遇害案有关。警方经过 DNA 比对，发现刘胜国确实不是龚小静奸杀案的凶手。至此，案件陷入了死局。警方拼尽全力，可还是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一晃半年过去了，龚小静的父母悲痛欲绝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可就在此时，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：龚小静生前就读的宝业学校门前，这天发生了一起惨烈的车祸，一名女生当场被撞死。而这名女生恰巧就是龚小静生前的闺蜜，半年前曾向警方提供许多线索的郭小慧。龚小静的父亲听说了这起车祸之后，立刻找到了警方。他意识到这绝不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。父亲认为，一定是小慧给警方提供了太多线索，甚至他可能无意间知道了凶手的身份，因此被杀人灭口。可是父亲这些话令警方犯难了，因为交通部门经过调查后认定这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，并不存在故意杀人的可能。半年过去了，警方依旧没有放弃调查。令警方始终想不通的还是案发现场那2条白布，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警方知道，往往那些最不合逻辑的东西都是破案的关键。如果不剧透的话，大家能猜到这2条白布是干什么的吗？请打在公屏上。一天，在一次案件讨论会上，一位警官突然灵光一闪，提出了一种猜测：这2条白布会不会是民间办丧事时裹头裹腰用的孝布呢？这个猜测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可。警方迅速来到葛店殡仪馆，查询了过去3个月间本地所有的死亡记录。警方得知，过去一段时间本地一共死了38个人，也就是说办了38场丧事。凶案现场的2条白布很有可能出自这38家葬礼中的一家。警方不辞辛劳，分别找到了这38户人家，要来了所有葬礼的出席人员随礼名单，并且还从每家那里要来了葬礼时用剩下的白布。这38
场葬礼，每家都有近100名客人，好几千人的名单，一个一个去查，实在太难。警方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把收集来的白布和凶案现场的白布进行材质纹路对比，看看是出自哪家葬礼的。果然，技术部门查到凶案现场的2条白布出自一个叫张真荣老人的葬礼。警方对所有出席张真荣葬礼的人进行筛查，凶手终于浮出水面，他叫胡继金，是葛店的一名黑车司机。胡继金交代，那天龚小静乘坐他的黑车前往学校，因为车费问题发生争执，他随手拿出前些日子参加亲戚葬礼时留下的2条白布，将龚小静双手捆绑，又把她的嘴堵住，把龚小静带到椅子山上一个无人的树林里猥亵并杀害。胡继金交代了他把作案的匕首丢进了附近的一个水塘里。为了把案件办成铁案，警方用了3、4天时间抽干了水塘，并用金属探测器在淤泥中进行探测，终于找到了本案的凶器。而小静的家人要永远忍受失去孩子的痛苦了。父母为了减少奶奶的悲痛，把家中所有小静的照片都收了起来，奶奶就只剩下了这1张照片。他们不知道失去孩子的余生该如何度过。2014年，胡继金被执行死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邓肯，咱们下期见。